你以为你投资的加密货币是在追求财富自由，是在参与一场技术革命吗？但如果我告诉你，你可能只是一个巨大棋盘上的棋子。整个加密货币的兴衰，从比特币的诞生到各种动物币的狂欢，甚至包括你现在钱包里躺着的那些号称稳定的稳定币，这一切都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长达数十年的全球金融战略的一部分。很多人现在把稳定币像 USDT、USDC 当成数字世界的避风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重要的避风港都心甘情愿地选择美元作为唯一的锚点？这真是市场的自然选择吗？还是说这是一场巧妙植入我们脑海中的设定？今天我们就来当一次阴谋论者，但我们会用事实和逻辑作为手术刀，来解剖这个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金融阳谋。我们将揭示稳定币这个特洛伊木马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并准备与美元霸权、SWIFT 系统这些老式航母系统作战。最终目的可能是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绝对的数字化的全球金融帝国。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硝烟战争，一场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财富和主权的静默争辩。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先从那个看似坚不可摧的旧帝国开始说起。要理解这场新战争，我们必须要看懂那个老阳谋。美元霸权，你以为这只是一个二战后的历史的偶然？不是的，从布林顿森林会议那一刻开始，一个为期长达100年的金融控制计划可能就已经被写好了剧本。他们管这个叫铸币税，一个听起来很专业的词，但是说白了，就是全球最成功的抢劫。美国的一帮精灵设计的一套体系，让他们的这个印刷机可以直接和全世界的工厂、油田、矿山相连。他们印制，我们交货。更可怕的是，这个体系有个后门，当他们自己经济出问题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打开印钞机这个阀门，让超发的美元流向全世界，稀释掉我们每个人口袋里的价值。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现在总感觉到这个钱越不值钱？你以为只是简单的通货膨胀吗？有没有可能是我们正在为一场大洋彼岸的狂欢默默地支付着账单？然后就是 SWIFT 一个总部在欧洲，名字听起来人畜无害的协会，这是整个设计中最精妙的一环——伪装。它被塑造成一个中立的技术服务商，但你仔细去看它背后，它的数据中心、它的决策机制都和美国有着千丝万缕、根本无法切断的联系。把它想象成全球金融中心的中枢神经系统，它所传递的不简简单单的是支付信息，而是这个帝国的指令。而美国就坐在这个系统的控制室里，像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俯瞰着全球的每一笔资金流动。他们想让谁富有，资金就流向谁；他们想让谁瘫痪，然后就可以直接拔掉谁的网线。对伊朗、对俄罗斯的所谓金融制裁，你以为是现代文明的执法方式吗？不，这其实是一种不流血的围城。它精准地告诉你一件事：在这个由我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要么听话，要么饿死。这就是几十年来我们面对的现实，一个看似有市场和规则驱动，实则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牢牢掌控的世界。但现在这只手觉得旧的控制方式太慢了，太笨重了，它需要升级。于是稳定币这个完美的升级补丁就应运而生。就在很多人对美元霸权感到绝望时，把希望寄托在了比特币这个去中心化乌托邦的时候，稳定币出现了。它看起来似乎是太完美了，简直就是在为了解决这个所有的痛点而生。它告诉你它稳定，不像比特币那样上蹿下跳；它告诉你它高效，它能7乘24小时全球转账；它告诉你它代表着未来，能带你绕开那些腐朽的银行。但你有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这些救世主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数据。在加密世界这个号称要革命的地方，市值最大、应用最广的稳定币 USDT 和 USDC 紧紧地抱住了美元的大腿。这是巧合吗？在一个充满无数可能的技术世界里，为什么最终胜出的偏偏是这个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模式？
这可能不是市场的自然选择，而是一场精心设置的认知引导。他们先用比特币的暴富神话和剧烈波动，制造出一种对风险和不稳定的极度渴望和恐惧，这就是制造问题。然后，当所有的人被折腾得精疲力尽，迫切需要一个避风港的时候，他们适时地推出了稳定币这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这个方案的核心，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再次回到了美元的怀抱。这是一种更高明的统治术，让你感觉到你自己选择了被我统治。所以，稳定币的崛起根本不是对美元霸权的挑战，它更像是美元霸权的2.0版本，是隐性的美元化的空投。它不再需要通过银行和国家之间的协议来渗透，它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直接空降到你的数字钱包里，完成对你个人财富的殖民。隐性美元这个听起来有点遥远的概念，但它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而且是以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存在。想象一下，在一个经济不稳定的国家，当人们开始出于理性而选择 USDC 储蓄，用 USDT 交易时，一场看不见的主权变更就开始了。这个国家的央行就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光杆司令，他印的钞票没人要，他定的利率没人理。但比这个更深层的是，数据与控制权的交接，这才是这场阴谋的核心。我们来聊聊 USDC 发行方 Circle 公司，你去看它的背景，它的高管团队，它与高盛、贝莱德这些华尔街顶级掠食者的关系，它与美国政府监管机构的那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真的只是一家纯粹的商业公司吗？还是说它是美国财政部和情报机构伸向数字世界的一只手？想一想，数以亿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USDC 进行交易时，会产生一个多么恐惧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里有全球资产流动的图谱，有各国企业的商业机密，有无数个人的财富信息，而这个数据库的钥匙就掌握在一家美国公司手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甚至不需要再通过 SWIFT 去申请查看数据，他们拥有一个实时活的全球金融活动的上帝视角。你以为你是在进行一场私密的转账，其实你可能只是在为一个庞大的全球监控系统贡献你的个人数据。还记得我们前面提到的反向利用吗？美国财政部制裁 Tomado Cash，Circle 公司立刻冻结相关资产。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合规操作，这是一次肌肉的展示。他在向全世界宣告：不要以为躲在区块链背后就安全了，只要你用我的数字美元，我就能让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精准的让你数字破产。这把剑的剑柄，从一开始就被他们牢牢掌握在手里。所谓的规避制裁，可能只是他们故意留下的一个诱饵，用来引诱那些不听话的人和国家进入这个新的、更容易被控制的数字牢笼。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战争形态的革命。如果说把一个国家踢出 SWIFT， 像二战时期的地毯式轰炸，威力是巨大的，但杀敌1000，自损800，还会误伤到盟友。那么，基于稳定币的金融战，就像21世纪的无人机斩首行动和认知域的作战，他们不再需要派间谍去打探情报。区块链的透明性加上大数据的分析能力，让他们拥有了金融领域的上帝之眼。他们可以看到资本如何在国与国之间的集结，可以追踪到一笔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可以识别出任何试图挑战他们体系的异端。匿名在绝对的算力和数据面前，那是根本不存在的。有了这种监控能力，打击就可以变得像外科手术一样精准。未来的金融制裁可能不再是一纸公告，而是一串代码。他们可以绕开一个国家的政府，直接执法到个人，一个商人，一个科学家，一个官员，只要被他们认定为威胁，无论你身在何处，你的数字财富可能在瞬间被归零。这不是冻结，这是数字生命的处决。从被动反应到主动干预，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当掌握了足够的数据，他们就不再被动的应对危机，而是可以预测危机，甚至制造危机。他们可以分析出哪个国家的金融系统最脆弱，哪个领域的资本泡沫最大，
然后通过一系列看似正常的市场操作，或者一条精心设计的假新闻，就可以引爆这个雷。然后在这个新一轮的混乱中，以最低的成本收购这个国家的优质资产。这就像他们一边打牌，一边还能看到你的底牌。这场游戏你从一开始就没有赢的可能。聊完了国家之间的博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普通人，为什么我们总感觉在加密的世界里，自己永远是被收割的韭菜？你以为只是你运气好吗？或者还是你的技术不行？那么有没有可能，整个市场的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收割你？比特币的剧烈波动，真的是去中心化的必然结果吗？还是说这种波动性本身就是被巨鲸和做市商，也就是华尔街的那帮人故意放大和利用的？他们用极低的成本，通过媒体、KOL 矩阵，就能制造出市场的狂热和恐慌。他们先让你看到无数的暴富神话，引诱你带着全部的身家冲进这个赌场，然后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时间点，集体砸盘出货，完成完美的收割。然后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时间点，集体砸盘出货，完成了一场完美的收割。而稳定币就是这场收割大戏中最完美的作案工具。当他们赚得盆满钵满时，他们需要一个方式来锁定自己的利润，把那些虚幻的泡沫化的币换成实实在在的和美元挂钩的钱。稳定币就是这个利润的保险箱。当市场崩盘，一地鸡毛，无数人血本无归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却安然无恙的躺在稳定币的账户里，等待着下一次播种和收割的时机。而所谓的监管呢，你以为 SEC 真的是来保护你的？这更像是一场招安，把这些野生的不听话的交易所都给收编了，换上自己的人，这样收割就可以变得更加文明、更高效，甚至完全合法。他们可以通过 ETF、期货这些复杂的金融工具，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收割得干干净净。所以，你看到的每一场市场大崩盘，可能都不是意外，它更可能是一次计划内的大规模的从散户到精英的财富转移，而你就是那个被转移的对象。面对这样一个几乎无解的阳谋，世界各国真的就只能引颈待戮吗？不，反击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各国央行的数字货币，特别是中国的数字人民币。中国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可以说每一步都精准地打在了这个美元阴谋的七寸上。主权的宣示，中国数字人民币，它用国家的信用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唯一的数字法定货币只能是数字人民币。中国数字人民币，它用国家信用告诉你，在这片土地上，唯一的数字法定货币只能是我。这是从根上杜绝了金融之名。中国的数字人民币，它最大的战略意图是建立在一个独立于 SWIFT 的国际支付新航道。未来，中国和俄罗斯、中东国家做生意，完全可以用数字人民币和对方的 CDBC 进行直接结算，这就等于在美国金融封锁网上撕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但是，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甚至更阴谋论的思考。当全世界为了对抗美元霸权而拥有 CBDC 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掉进另外一个陷阱？ CDBC 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可控，它意味着我们历史上第一次可能彻底告别匿名的现金。你的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消费都可能作为一条数据记录在国家的中心化数据库里，这无疑是打击罪犯、维护金融稳定的利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可能成为一种终极的社会控制工具。所以，我们是不是正面临一个艰难的终极抉择？一边是来自外部由美国资本精英掌控的数字殖民，另一边则可能是来自内部有绝对权力主导的数字矩阵。我们努力挣脱每一个牢笼，会不会因为这个走进另一个？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的严肃的问题。今天我们一起疯狂地把所有的线索串联在了一起，从美元的百年布局到稳定币的特洛伊木马战术，再到 CBDC 的反击和潜在的风险。这听起来像一场好莱坞大片，但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现实中有迹可循。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阴谋完整的逻辑链。第一步，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核心、牢不可破的旧金融秩序，通过 SWIFT 控制全球贸易。第二步，默许甚至助推一个充满泡沫和风险的野生加密市场的崛起，制造出对稳定和效率的极度渴望。第三步，推出锚定美元的稳定币作为完美的解决方案，将其打造为数字世界的硬通货，完成隐性美元化的布局和全球金融数据的初步收集。第四步，开始收网，通过监管将稳定币和交易所招安，将其彻底变成可控的合规的金融武器，实现从监控到精准打击的进化。第五步，利用这个全新的数字帝国进行高效的财富收割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打击。这是一个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世纪阳谋，他把金融、科技、政治、人性都算计到了极致。它既是创新，也是武器。而现在武器已经上膛，所以我们大家不是要去恐慌，而是希望大家能够觉醒。对于国家而言，发展自主的数字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事关生死的必选项。对于我们个人，务必认识到，你手中的每一个数字资产都不是孤立的。在交易和投资之前，问问自己，这个工具的背后是谁？它的规则是由谁制定的？我的财富最终是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还是托管在某个我看不见的帝国的服务器里？在这个精心被设计的世界里，保持独立思考和清醒的认知，是我们保护自己财富和自由的唯一方式。今天这期关于稳定币的，我们就聊在这里。你可能觉得这个推论是危言耸听的，也可能觉得这是点破了真相。你认为，在我们面临终极抉择时，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欢迎你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看到了某些背后的一角？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我们将继续揭示这个世界上更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下期再见。